这时候微博他有的可能就在对抗路上面，他可以稳定拿优势英雄狂铁，狂铁是他们还在的一个英雄。然后打野上面的话，有机会去配手镜或者纳克露露。来吧，进入到第6局，蓝色方广州 TDG， 红色方北京微博，一上来搬掉太乙真人，而北京微博不出意外的话，就是鲁班大师，还有刚刚2位说到这个空空儿，是不是要给他送上班位？对，空空应该不会放。 上次就是拿选手最自信的英雄就行了。少资源 TDG 送掉，送上班位之后，因为毕竟小麦的这个孙尚香13战10胜，他跟梦溪的这个太真人搭配的胜率奇高无比。看着在搬游走，其实在针对你下路双人。微博这边的话是2个体系英雄，鲁大和空空儿全部搬掉。直接拿戈亚。戈亚版本提名射手。 这把肯定要拿，有肯定给拿。对，小雪的戈亚画面也很多，胜率也太足了。对，小雪的戈亚的画面，刑天教练是不想回忆的。啊？我可以，我再回，我想回忆一下。想回忆一下。看微博，接下来的选择黄铁。黄铁阿古朵，选个阿古朵，想骗一下我哲哥，看一下后面偷一个镜出来。微博这个阿古朵是摇摆的，摇的，主要是小麦他的这个阿古朵在这个赛季是拿了3次，3把全赢了。他应该不太会摇，他这应该就是射手。真的不会在这个时候信任一下暖阳的野合吗？我说这个阿古朵是，他就这个阿古朵选出来就是射手是吧？对，这把就是射手啊。是。我以为你说的是他会打野定位呢。铠甲曹操，关键的时刻，轻轻的关羽和曹操给他选了曹操，这强度很高了，这把。在上一次 BO7的交手，这个曹操这把刀就全部亮在了小麦的面前，而且多次成功，是的，将他斩下来。中路再来个甄姬去卡对面这有铠，然后又是个工具人中单，这把感觉就是个野合了。TT 这边可能会出个大乔吧，可能会出。 就看微博搬不搬吧。女娲搬掉了，再保一下甄姬。微博今天如果赢了的话，就跟现场观众说的一样，复仇去杭州，然后去跟在23年世冠当时的老对手 AG 再一决高下。搬掉了西施，搬掉了嬴政，这是给甄姬做了一个很舒服的环境。 然后 TDG 这边的话，搬掉了张飞之后，紧接着把张良处理4班游走之后，再处理一个大司命。他把镜和鸟人放出来了，还是想打你。他最后这一个班的话，也是想你这个阿古朵就是定在射手位的。是。他的廉颇一出必是射手，必出野。他只要前白虎出了，不用想。他这把镜纳可露露，他要看哪个更好发挥，看 TDG 最后2手。 如果 TD 出大乔的话，其实可以来手镜。其实吧，这版本打戈亚射手，这把我还以为微博会搞一个孙权出来，孙权算比较好打戈亚射手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其实现在孙权用的已经逐渐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用孙权的射手回家了。嗨，怎么说话呢？放假了。怎么说话？庄周。 正好你是一个甄姬廉颇控制波，然后我中路又是个炮台法师，是为了给那个凯做局嘛，让凯更舒服点嘛，让凯可以更肆无忌惮开大招嘛。那鸟把纳可露露也算挺好发挥，纳可露露打戈亚是比较好打的。这把都给核心选手选择了关键英雄，轻轻的曹操，暖阳的纳可露露。 他感性一点嘛，就选镜；理性一点就选鸟人，因为鸟人确实比镜好发挥。现场观众都希望自己支持的队伍能够赢下来。确实，杭州这个地方对于这2个队伍来说真的很重要，都特别的有意义。嘉兴已经开始规划他这把怎么打野区了。在对面是个野合。 然后自家中单又是有优势的，哎，这把还真是在龙团我比较期待，因为之前我们看龙团的话，大家是彼此之间互相用控制技能做拆火，但这把因为有个庄周在，然后这边又有个廉颇，
最终可能会变成微博不会打龙潭，这龙他应该把龙打不了， 10分钟都还不打，四分钟不打，4分钟不打，这个说是说， 10分钟打，4分钟不打。 10分钟微博可能会选择换龙吧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你会发现两边到底会怎么去做博弈，是吧？就看鸟人和凯的经济了。凯的经济如果跟鸟人一样，那是吧？就他微没办法博就很大。如果说鸟人经济起来，那确实是吧？微博就好一点。但暖阳娜和露露的经济在这个赛季总体拿出来的经济都不低啊。他在拿出来的情况之下，他的胜局的10分钟经济是7408，然后他的分局经济更是高达了812，这是他的娜和露露的数据。而且他娜可露露的话，这个赛季用了4次全赢了。对，就是他是没有失败数据的，是的，他是只有赢的数据。挺过了第5把之后的 TTG， 和在丢掉了第1次机会的北京微博。这场 BO7理论情况下他们3比1嘛，所以他们至少有3次机会嘛。但是这第2次机会谁也不想丢，没有人想去把比赛在3比1的情况之下被搬到巅峰对决。依旧是只有一步之遥的北京微博和想要拖进巅峰对决广州 TTG， 究竟这一局的结果会是如何？进入比赛，我是九亭子，我是解忧黄超，我是北京 TD 今天。开局，夏欣没有对野区有任何的想法，从自己的蓝刷，但暖阳的话是有队友帮忙打的，打完了之后，然后还到中路去吃了一波。对，微博是这个开局布置是连坡看红 buff 防止被反，然后甄姬帮纳克提速之后再一起吃中线。对，然后暖阳是拿了一个蓝之后立刻去到自己的红，中线吃完之后去到自己的红，然后他这样刷过去的话，这个空间之灵的话，也刚好微博也刷新。能去控。对，而下路的话是由戈亚小雪拿到了下路的红隼。小麦第一个应该是吃的自己的赤甲，然后把自己的蓝区的2组野怪都刷掉。对的，然后暖阳这边上路线还得跟着一起吃一波。吃完线之后，暖阳传中，回去刷2个小野。传下。我主要就看凯4分钟以后能不能带着戈亚进那个露露蓝。对，就是现在要不能让暖阳把野区规划的这么顺，是的，他还是得进去稍微打他一下。其实这个4分钟之后稳定控到龙，然后进北京微博蓝区，还是挺简单的。对，这是他们 TD 的招牌节奏。如果蓝色帮进蓝区，胜在推塔。对，而且尤其在有一个庄周保护的情况下，你干将莫邪就可以在前点很容易把自己的输出打上去，他不用怕对面直接先手去开。到时候只要防一手这狂铁，他绕过来，参与到一波5打4的一个防守当中。微博这把一方面是要保证暖阳的发育不受限，然后同时还要去限制一下青青在上路的发育。对的，不然草刀这一把到后期起来，环境也挺好的。这把9星的这个庄周把视野照的是透亮啊，没人拿他有办法。纳可露露伤害没起来之前，对这个庄周是一点想法都没有。对，这个赛季暖阳的纳可露露4战全胜 ，KDA 26，从英雄排名第1，胜场场均10分钟经济7408，然后他的纳可露露的分均经济是超过了800。目前的话，这上半图的资源纳可露露都是牢牢控住了。对，3组野怪加上兵线，是的，然后中路这个线正好有3个兵下来再吃一波，等他一块儿吃，而且是辅助也在旁边，也就是打野刀是不生效的。尾刀好像刚刚也拿到了，领先凯300，还好，也不是特别多吧，正常的。狂铁过来拍一下，曹操立刻交大招解波控制，然后来用1技能规避掉了甄姬的大招和控制效果。4剑，梦溪掉了半血。那上路的话，这空间之灵还是要被微博控的。空间之灵只要微博能拿到，那暖阳的刷野的效率就很快，对，就不会受到影响。他已经这样很舒服的传了3波了。是。而且在中路这位置 ，TTG 也并没有去卡线，
他没怎么去卡线的话，那娜可露露就美波我正常过个后线。很想进这个蓝，这个蓝应该不太会给鸟人拿。进来了，3个人一块儿，凯直接开大招上去，甄姬也交出了大招，然后一技能冰一下自己，一个惩击把蓝帽给反走，但似乎不想放你走。一技能挂到之后，但是干将木也直接闪现接2剑，没有能够飙死暖阳。 差一点点啊！然后在落地的时候就被干将扎了，已经很残了。上路曹操是不是想断狂铁的 T 被打残了呀？有可能。这一波 TTG 还是成功进到了暖阳的蓝区，把蓝 buff 给抢走了。而且暖阳他现在这个状态的话，不吃血包他没办法去吃线了，怕被干将莫邪在蹲中。所以说中路线他就吃不了了。他这样拿龙拿红再进来。哦，这把葛明宁和奶茶合体了，都看好了北京微博。他们想看巅峰对决。奶茶这2天过来都是想看巅峰对决的，昨天他也想看，想看看自己决赛对手的第7把阵容。对，都会变的呀，肯定会变的呀，不可能一成不变的巅峰对决。主要是 JDG 和第2季的那套固定的巅峰对决阵容确实很好用啊，但就看有没有人敢破呀。 我觉得狄仁杰加进加攻田是能打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嘛，还是看这场比赛会不会有机会吧。对，看下一个蓝区 TTG 还能不能很顺的进去。对，毕竟微博现在还是领先的一方。是的，现在 TTG 下路是拿了线权，然后中路这里也有线权。TTG 想进的这一波，如果要是把蓝反掉之后，那对于微博来说就会变得很难受了。对，娜可露露先是蹲了一下干将莫邪，把干将莫邪卡走了。对，然后狂铁也过来了，曹操也传过来，蓝狙击先打了一套，甄姬大招已经放完，互相拉扯了一下。凯在这个位置继续同样的方式开大招上去砍了一波娜可露露，娜可露露直接回头反扑。 而曹操跟狂铁在互盯，这个蓝 buff 最终被娜可露露给拿到了，但是这里的梦溪被起火，小雪带走了他，拿到了1血。再蹲一下甄姬，一技能保一下自己，走位还是吃到了2剑，但没死。这波的话，微博最终是付出了一个廉颇的代价，把这个蓝给保到了，暖阳拼城拼到了。那 TTG 2波进去都是有收获的。是的。 这波其实就是最开始的时候，娜可露露做的比较好，他把干将莫邪给赶走了，让他第一时间没有办法跟着一起进，不然的话，微博这波吃消耗会吃得更惨。然后凯这个位置过去之后啊，娜可露露这一扑其实就没有干将莫邪守他落点了。是的，跟第1波就不一样了。那廉颇为了卡人的话，就直接被留了。对，上路凯直接开大，帮着青青来保这个防御塔，保住了。 微博现在主要担心的就是 T 这边这个曹操，这个曹操应该是要起来了，因为太注重狂铁来帮守野区嘛，没有找到曹操。曹操现在4700块钱，他直接只比娜可露露少了300。曹操这边微博这边不是很好管得住的，这单带起来是很麻烦的。打不过。那是狂铁，你派谁过去1打1都打不过。又是一套，这一波 combo 打的嘉欣的血量很残，这一波就进不了了，因为他也被打残了。蹲得非常好。下路想抓曹操。 砸一下，娜可露露跟过来，曹操直接开大招交闪现跑，但是这波娜可露露直接撞过去贴身，曹操回头反砍，但是有点走不了。阿古朵这个位置2技能翻滚上去之后，帮助暖阳带走青青，这一下就把青青的发育速度打下来了。这波在凯状态掉了之后进不了野区，然后 TTG 的人视野暴露太多了，然后你下路又没防御塔，那曹操在那个点漏了，娜可露露和阿古朵直接去包，曹操是必死的，带太深了。对。 主要还是前面甄姬这波配合的康姆打非常好嘛，把他凯打残了。打凯这种英雄进野区，对前面让进野区前就把大开出来，不然他真的碰到 buff 再开大，你已经来不及了。但好像没有协调的很好，因为那波凯被打残了之后，其实没有办法进那个蓝区。没有办法进那个蓝区的话，曹操下路那一波别带，对，就不能那么带。他那么带的前提是嘉欣能够进去。是的。而这一波打完了下路，抓掉了青青之后，微博反推中路，把 TTG 的中1塔给拔了。凯被打退了之后 ，T 这边就咬不住微博视野了嘛，咬不住视野的话就很危险。这
这样 TTG 暂时就进不了微博的野区，纳克露露的经济又要开始刷了。现在就等着10分钟龙潭就行。纳路经济已经非常舒服了，现在10分钟到个8000不是问题。现在9分钟已经7000了。对。现在河道也被微博完全控制住了。 10分钟前的最后一条小暴君也被微博拿到。主要是我们说的就是暖阳4局比赛纳克露露全胜的情况下，10分钟的经济他现在已经能够达到了，对吧？10分钟情况，然后他的分均经济800以上。这波野区刷完，上路吃完。上路吃完，后面还有一波线。胜场场均10分钟经济7197，目前已经来到了7600，快了。现在9分42秒。对，把这个赤甲吃了，然后刚好8000，再把上路这波线吃了就8000。对，刚好8000。前期的还想看看，前期的2波对于蓝区的进攻还是没有能够在10分钟遏制住暖阳纳克露露的经济。蓝反掉，10分钟8100块的纳克露露。 这个阶段 TTG 还是得想一下，还是得防一下这纳克露露扑进来的第一波。对，这个阶段你看嘉兴这个经济扛不住，很穷。因为主要是没什么能限制纳克露进场的英雄。但暖阳这把是个肉道路主，他不是那个纯爆发的，所以他容错率也高。他扑进去之后，你不怕干将莫邪一套给他秒的。没错，他是有血量会出来的。 一套打一下，狂铁过来拍一手，大招逼出之后，那你10分钟这一波龙的话，凯就没大了。对。我直接开主宰，然后看黑豹，不给对面换的机会。这一波野区跟子墨的2个人对于嘉兴的这个盯防和集火，让微博很轻松的拿到了这一条主宰。 然后微博他在优势情况下，子墨这边一个狂铁占个蓝区视野，然后另外一边梦溪一个廉颇占个红区视野，把两边 TTG 的野区视野全开了。对，然后再加上这局比赛对于微博而言，子墨其实盯好青青这个点，他只要把这曹操盯防盯住了，然后再加上他这局比赛射手又是个阿古朵自爆能力特别强的射手，确实比较 TTG 这边比较难切到他们。 现在 TTG 比较难找破局点，只能靠干将莫邪的准度了。对，干将那边经济也不是非常高吧，现在杀不动人。然后纳克露露在野区上去先扑了一波，黄铁在旁边开启大招吃一波集火，一技能再回一口，干将莫邪过来给2剑，一技能再回一口，纳克大招没扑到人，但是黄铁这波拍到了。 但自己要是闪现往回退一下，但是这波可能要出事啊，他可能要死了，被哥亚给点死。廉颇交出了闪现，往回退了一波，在这个地方站的时间太久了，把自己的能量已经打空了，打得凶了。第2波的话，不该再进去抢着留人，那个时候纳克露露也正好在技能真空期跟不了。这时候 TTG 就可以出来，毕竟人数是占优，必须得出来啊！过来看这条主宰。哦，这波直接在旁边找到了青青，青青这个位置出事，再来个1技能，最终让小麦收到了青青，哇，打到了青青的一个吊点，这样龙还没打呢，子墨活了，青青倒了，变成了 TTG 的人数劣势。 微博他这波运营的很好，他是在子墨倒了之后，他另外4个人是直接给了个往右槽走的残留视野，让 TTG 误以为微博想要去 rua 这条龙，然后 TTG 的大部队全去看这条龙的视野的时候，暖阳这里带着小麦直接去蹲青青，对，反转了一波头，一个掉头转向来到青青的脸上，而且打到第6把，专注度不太够了，这是压力很大呀。 但是决赛就在面前，这时候必须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起来。这波曹操，北梅一直砍，但是黄铁扛不住了，然后这一波是回过头来反打青青，一个回头直接抓青青啊，然后戈亚在这旁边还被梦溪的廉颇给卡了一下，过不来，队友想救都来不及了啊。最终这一条原本 TTG 能够大概率拿下了暴君，变成了微博的。 微博意味着10分钟之后的双龙全部控到，
暖阳在13分50秒的时候，经济已经来到了11400了，还差一个破军啊。下路卡一波人，但兵线运不进去。上路这一波兵线倒是进塔了，但是微博没有能够拆人过去推。戈亚的黑沙包弹已经放完，转上把线清掉。等15秒钟刷主宰吧。这时候想要在上路的高地位置打一波，有点冒险。是的 ，TDG 守塔能力还是很强的啊，有这个干将莫邪在。哦，这波庄周大招被逼了啊。TDG 这个阵容想要上去开团留人，确实是很困难。他只能等着微博上来打的时候找机会。对，是的。然后用曹操封住他们的后路。但是如果被关门的话，曹操可就封不了了。没事，那就等发育。发育拼风暴龙王。是的。微博毕竟在上一场 BO， 就是在胜者组的那场跟 TDG 的 BO7，是吃了青青曹操2次亏啊。俗话说，在一在二不在三。这一局比赛，从他们对于青青的盯防的2次，一次下路抓青青，一次中路的回马枪，都是对他做足了文章。是吧？曹操也不是非常好发挥的局面。对，希望能玩吧。纳克露露下路可以单带冲一波。上路4个人过来反追一波，机会找得非常好。小麦交出了闪现，小雪还在追击，上去还要点，但是真机用一技能封了个路，然后紧接着回过头狂点反打了一套。纳克露露跟了过来之后 ，TDG 已经退了，就差他们点伤害。小雪这波拉满了，在侧翼这边一直在给一个输出压制，还逼了闪现。等下一条黑豹了，还有18秒 ，TDG 在往外挤。如果往外挤的话，能够给青青做一个比较好的绕侧绕后的位置，但是被梦溪看到了。是的。然后这边没扑到。曹操要准备绕蓝区啊，蓝区要回头找，不知道这个蓝星草能不能看啊？有没有人去看一眼？没人看。正面凯已经先上去了，要吃一套集火，但是身后还有个伊塔在，所以青青不是很好去绕，只要微博追的话，他才可以。没什么出手的机会。但是这波回包一技能直接探草，探了一下，青青一技能退出来，可是留了一个狂铁在这里。阿古朵点出逐日上去点一波，给个一技能，暖阳这只鸟还是跟到了青青，又将青青给拿下。这微博打的特别有耐心，就是曹操一直没漏，他们就不着急摸，就在这里反复拉扯排草，然后等着你曹操露出来。是的，上把杨戬的亏呀，这把不想再吃了呀。比赛还没结束，林教练还是非常的冷静，坐在那里。但是刚刚看到了九哲教练在这一波的阵亡之后，还是摇了摇头。六军非常的紧张啊，中路兵线来了，带着暴君 buff 的微博开始给中上的高地施压。TDG 在曹操减员的情况下没有办法，只能选择放高。但是暖阳的纳克路已经起脸上去打了一波加金的状态，将金被打回了泉水，并且被逼出了大招。而此时微博已经开始拆 TDG 的高地了，水晶了，水晶已被拔掉了半血，再冲进去联盟拍一波，直接带走了赫兹之后一波激活破掉水晶，北京微博拿下了这场 BO7，拿下了半程度决赛，再一次确定晋级 KPL 的决赛舞台，恭喜北京微博复仇广州 TDG。